若智慧明了，此心号名法性，亦名解脱。生死不居，一切法居他不得，是名大自在王如来。亦名不思议，亦名圣体，亦名长生不死，亦名大仙。名虽不同，体即是一。如果有大智慧，就可以明了本心叫做法性，也叫做解脱。生死轮回无法影响它，一切万法无法影响它，也叫做大自在王如来，也叫做不思议，也叫做圣体、长生不死或是大仙。虽然称呼的名字不同，但是本体是同样一个。圣人种种分别，皆不离自心，心量广大，应用无穷，因眼见色，因耳闻声，因鼻嗅香，因舌知味，乃至思维运动，皆是自心。圣人对种种万法的分别，都不离开自己本心。本心的心量非常广大，应用层面无穷无尽。用在眼睛就看见色相，用在耳朵就听闻声音，用在鼻子就嗅闻香味，用在舌头就品尝百味，乃至于用在一切行为运动，都是自心作用的展现。一切时中但有语言道断，即是自心。故云如来色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色无尽是自心，心是善能分别一切，乃至思维运用，皆是智慧。心无形象，智慧亦无尽。故云如来色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任何时刻，只要有言语无法形容的微妙境界，就是你的自心展现。所以说，如来色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由自心生出的万物万法是无穷无尽的，而心的意识能够善巧分别一切万事万物，乃至一切行为运动，都是属于智慧。自心是没有形象，智慧没有穷尽。所以说，如来色无尽，智慧亦复然。四大色身，即是烦恼。色身即有生灭，法身常任无所住，如来法身常不变异故。经云：众生应知，佛性本自有之。迦叶指事物的本性，本性即是心，心即是性，性即此同诸佛心。前佛后佛只传此心，除此心外，无佛可得。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，向外持求，终日茫茫念佛礼佛，佛在何处？不应作如是等见，但知自心，心外更无别佛。有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色身就是烦恼，因为色身有生灭，而法身恒常存在于无所住之处，自性如来法身是恒常而永不变异。所以经典说，众生应该知道自己本自具足佛性。迦叶见佛祖拈花微笑，悟得不生减的本性，本性就是自心，自心就是佛性，佛性就等同于诸佛本心，前佛后佛只传承这个本心。除了这个本心之外，无佛可得。颠倒的众生不知道自心就是佛，一直向外积极追求，终日忙碌，不停念佛礼佛，而佛在哪里呢？不应该有如此的知解，要知道自心即佛，心外更无他佛。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又云：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自心是佛，不应将佛礼佛，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，忽而见前，切不用礼敬。我行空寂，本无如是相貌，若取相即是魔，尽落邪道。若是幻从心起，即不用理。理者不知，知者不理，理被魔摄。恐学人不知，故作事变。经典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又说，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自心就是佛，不需用自信佛礼拜外佛。如果有佛菩萨法相忽然现前，千万不必顶礼。自性原本空寂，本来就没有佛菩萨的相貌，如果找相取相，就是找魔，落入邪道。这些幻象由心而生，本来就不用顶礼。顶礼的人不了解真相，有智慧的人不会去顶礼。如果顶礼的话，可能会被魔道摄受控制，唯恐学道的人不知，因此告知可以这样辨别。诸佛如来本性体上，都无如是相貌，切须在意。但有一境界切不用采括，亦莫生怕怖，
不要疑惑，我心本来清净，何处有如许相貌？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地释梵王等相，亦不用心生敬重，亦莫怕惧。我心本来空寂，一切相貌皆是妄见，但莫取相。若起佛见法见，及佛菩萨等相貌，而生敬重，自堕众生位中。若欲直会，但莫取一切相即的，更无别语。故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都无定时，幻无定相，是无常法，但不取相，何他甚异？故经云：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诸佛如来本体空寂，没有这些假象，千万要注意。只要有奇怪的境界发生，千万不要理睬，也不必害怕，不要被疑惑。自心本来清净，哪里会有这些假象呢？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地释梵王等等外相，也不必心生敬重，不必害怕恐惧。自心本来空寂，一切的相貌都是虚妄的所见，千万不要取相。如果升起对佛的知见，对法的知见，或只取了佛菩萨的形象，心生敬重，自己就堕落到众生的位阶。如果要直接会见到佛菩萨，只要不取一切相就可以了，更没有其他的方法。所以经典说，凡所有外相，皆是虚妄，都没有恒常实体，虚幻没有恒常实相，这就是事无常法。只要不取相，就符合真理。所以经典说，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。问曰：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？问：为什么不能顶礼佛菩萨呢？答曰：天魔波旬阿修罗世见神通，皆作的菩萨相貌，种种变化，是外道，总不是佛。回答：天魔波旬和阿修罗等等有神通，都可以爱作佛菩萨的相貌，这些外相的种种变化，都是心外求法的外道，都不是佛道。佛是自心，莫错礼拜。佛是悉国化，此是云觉性。觉者灵觉，应机皆物，扬眉顺目，运手动足，皆是自己灵觉之性。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道，道即是禅。禅之一字，非凡圣所测。佛就是自己本心，千万不要顶礼膜拜错误的对象。佛是印度用语，在中国叫觉性。觉是灵觉，接物处事，扬眉顺目，运手动足，都是用自己灵觉之性。而性就是心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道，道就是禅。禅这一个字，不是凡人圣人可以一测的。又云：见本性为禅，若不见本性，即非禅也。假使说的千经万论，若不见本性，只是凡夫，非是佛法。至道幽深，不可化会，点教平何所及？但见本性，一字不是易得。见性即是佛，圣体本来清净，无有杂秽。所有言说，皆是圣人从心起用，用体本来空，名言犹不及，十二不精凭何得及？达摩大师又说，见了本性就是禅，若不见本性，就不是禅。纵使一个人可以讲解千经万论，如果不见本性，就只是凡夫说法，不是佛法。治理真道的幽深玄奥，是无法用言语领会的。经典的文字，又凭什么完整表达真道的境界呢？只要见到本性，不认识字也没关系。见性就是成佛，神圣的本体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没有任何染污。所有的言教说法，都是圣人由本心触发妙用而生，而妙用的本体本来就是空幻的。文字和语言都无法形容了，三藏12部经典凭什么就可以呢？道本圆成，不用修正。道非声色，微妙难见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可向人说也。唯有如来能知，愚人天等类都不觉知。凡夫智不及，所以有执相。不了自心本来空寂，妄执相及一切法即堕外道。若知诸法从心生，不应有执，执即不知。真道本来就是圆融天成，本自具足，不用再刻意修正。真道不是声音或色相，微妙难见。修道好像个人饮水，滋味冷暖只有自己知道，无法向人说明。
只有佛才了解到的境界，其他的人天众生等等都无法知道。凡夫的智慧还没到达道的境界，所以会只取外相，不了解自心本性原来空寂，妄想执着外相和一切法，就会落入外道。如果知道诸法从心生，就不应该产生执着。如果执着，就是不了解真理，没有智慧。若见本性，12部经总是闲文字，千经万论只是明心，言下契会，教将何用？至理绝言，教是语辞，实不是道。道本无言，言说是妄。如果明心见性，三藏12部经都算是多余的文字。千经万论都是用来帮助明心见性的，只要当下领会契入真理，教理就可以不用了。至高无上的真理是无法用言语文字形容的，教理是语词，并不是真理。真道本无言，如有言说，都是属于虚妄的。若夜梦见楼阁宫殿象马之属，及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相，不得起一念乐者，尽是脱身之处，切须在意。临终之时，不得取相，即得除障。疑心瞥起，即魔摄。法身本来清净无受，只愿迷故，不觉不知，因资故妄受报。所以有乐者，不得自在。只今若悟的本来身心，即不染习。若从圣入凡，视现种种杂类，自为众生，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。一切业居他不得，圣成就有大威德。一切品类业，被他圣人转，天堂地狱无奈何他。如果晚上梦见宫殿、楼阁、象马、树木、丛林、池亭等等景象，不可以生起任何喜欢贪着的念头，否则这些都是轮回转世脱身的地方，一定要注意。临终的时候，不可以只取任何景象，就可以破除障碍。只要有任何怀疑的心念升起，就会被魔道摄受。法身本来就清净无染污，只因为一念无明而迷失，不知本自具足佛性，因为这样而无端受报。所以有贪着喜好，就不得自在。如果当下证悟本来清净身心，就不会再沾染各种习气了。如果明心见性的圣人降入凡间，化身为众生，实现各式各样的方便随缘度化，所以圣人顺应无为，在顺逆各种环境下都得到自在，一切业力无法影响他。明心见性的圣人，时间久了之后会有大威德神力，一切各式各样的业力都会被圣人自在运转，无论是天堂或地狱，都奈何不了他。凡夫神识昏昧，不同圣人内外明彻，若有一疾不作，作即流浪生死，后悔无相救处。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，若料是心，地相劝勉，但无作而作，即入如来之见。凡人神识昏昧，不像圣人内外明彻。凡人如果任何事心生疑惑，就不要去做，因为可能做了就流浪于生死轮回中，到时候后悔了也没有办法挽救。人生的贫穷困苦都是从妄想中生出来的，如果能够了悟本性空寂，将这个真理互相教导勉励，内在无所作为，外在随顺因缘，一切随遇而安，随时安住于自性，就契入如来的知见。初发心人，神识总不定，若梦中贫贱意境，则不用疑，皆是自心起故，不从外来。梦若见光明出现，过于日轮，即于习顿尽，法界性见。若有此事，即是成道之因，唯自知，不可向人说。或近园林中行住坐卧，眼见光明，或大或小，莫与人说，亦不得取，亦是自性光明。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，眼睹光明，宇宙无异，不得怪，并是自心欲明显。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，亦自心诸缘欲习，亦不得向人说。梦若昏昏，犹如阴暗中行，亦是自心烦恼障重，亦可自知。刚发心修行的人，神识总是不稳定。如果梦中常常见到异象，不要怀疑，都是由自己内心习性产生的，不是由外面来的。如果梦到光明出现，比太阳还亮，就代表修行者剩下的习气灭除，开始显现法性了。如果有这种现象，就是成道之因缘预兆。但是自己知道就好，不需要向别人说。
有的人在静园林中行住坐卧，眼睛看到光明，有的大有的小，不要向别人说出来，也不可以执着取向，这个也是自信的光明。有的人在夜晚宁静黑暗中行住坐卧，看到光明，和白天一样，不必觉得奇怪，这个也是自信光明的显现。有的人晚上在梦中看到星月分明，也是代表自心的种种因缘快止息了，也不要向人说。做梦如果昏昏沉沉，好像在阴暗中行走，这个是自心烦恼障重，自己可以判断了解。若见本性，不用读经念佛，广学多知无益，神识转昏。设教只为标心，若是心，何用看教？若从凡入圣，急需习业养神，随分过日。若多嗔会令性转与道相违，自传无益。如果照见本心本性，就不需要再读经念佛，这时广学多闻反而没有好处，会让神识转为昏昧。所有教理的设立，都是为了标示出本心。如果已经是自本心，何须再看经学教呢？凡人见性入圣界后，必须停止造业，长养心神，随缘尽分过日子。如果嗔恚心太重，会让心性转变和正道相违背，自己欺骗自己是没有好处的。圣人于生死中自在出没，隐显不定，一切业居他不得。圣人破邪魔，一切众生但见本性，于习顿灭，神识不畏，虚实直下便会，只在如今。欲真会道，莫执一切法，习业养神，于习意境，自然明白，不假用功。外道不会佛意，用功最多，违背圣意，终日区念佛转经，昏于神性，不免轮回。圣人在生死轮回中自在地出没，不可以隐藏或显露自己，一切业力无法影响他。圣人已经破除了所有的邪见和魔障，一切众生只要见到本性，所有剩下的习性就会顿时消灭，神识清楚而不昏昧。见性必须是当下就领会，当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。如果真的要领会真道，不要执着一切法，习业养神，把剩余的习气除尽，自然就明白，不需要刻意用功。外道不理解佛说真意，用功最多，违背了佛说的无为真意，整天辛苦忙碌念佛转经，反而蒙蔽自己，让神识昏昧，免不了生死轮回。佛是贤人，何用区广求名利，后时何用？但不见性人，读经念佛，常学精进，六时行道，常坐不卧，广学多闻，以为佛法，此等众生，尽是谤佛法人。佛是悠闲安逸的人，不用辛苦忙碌广求名利，名利在人死了以后有什么用呢？不见性的人，读经念佛，常学精进，日夜行道，常坐不卧，广学多闻，以为这个就是佛法。这些众生都是误解佛法的人。前佛后佛，只言见性，诸行无常，若不见性，妄言我得阿耨菩提，此是大罪人。十大弟子中阿难多闻第一，于佛无事只学多闻，二圣外道皆无是佛，世数修正，堕在因果中，是众生业报，不免生死。违背佛意，即是谤佛众生，杀却无罪过。经云：阐提人不生信心，杀却无罪过。若有信心，此人是佛为人；若不见性，即不用取次谤他良善，自传无益。善恶立然，因果分明。前佛后佛都只谈明心见性，诸行无常。如果不见性，妄说自己证的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是大罪人。佛陀十大弟子中，阿难是多闻第一，但是不了解自性佛，只学了多广见闻。二圣外道也都不了解自心即佛，他们观察世间万物相法来修正，还是落入因果中，这是众生的果报，还是免不了生死，违背了真正的佛意，是误解佛法的众生，杀了这些人都没有罪过，请小心解读理解原意。经典云：无善根的人对佛法没有信心，杀了没有罪过，请小心解读理解原意。如果对佛法有信心，此人必定成佛。如果没有见性，不要随便批评别人的德行是否善良，自己欺骗自己没有用。是善是恶，冥冥中自然立然在目，
因果分明不差。天堂地狱只在眼前，愚人不信，陷堕黑暗地狱中，亦不觉不知，只缘业重故，所以不信。譬如无目人，不信道有光明，纵向一说亦不信，只愿盲故，凭何变得日光？愚人亦复如是，现今堕畜生杂类，但在贫穷下贱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虽受是苦，只问着一言：我今快乐，不异天堂。故知一切众生身处为乐，亦不觉不知。如斯恶人，只缘业障重故，所以不能发信心者，不自由他也。若见自心是佛，不再剔除病法，白衣亦是佛；若不见性，剔除须发，亦是外道。天堂地狱的报应就在眼前，但是愚痴的人不相信，连自己身处在黑暗地狱里也不知不觉，就是因为业障太重了，所以不相信事实。好像盲人不相信世上有光明，就算告诉他，他也不相信，只因为他眼睛瞎了，无法看到日光。愚痴的人也是一样，已经转世堕入畜生杂类，或是出身贫穷下贱，过着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的日子。虽然受到痛苦的果报，但是问他时，还自我感觉良好，说自己很快乐，好像在天堂一样。所以知道一切众生都以为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快乐天堂，对于人生真正的痛苦不知不觉。像这样背负恶业的人，因为业障深重，所以对佛法真理无法生出信心，也由不得他自己。如果照见本心就是成佛，重点不是出家剃除须发，在家居士也可成佛。如果没有见性，剃除须发出家也是心外求法的外道。问曰：自已有妻子，淫欲不除，凭何得成佛？问：在家居士有妻子，没有断除淫欲，凭什么可以成佛呢？答曰：只言见性，不言淫欲，只为不见性，但得见性。淫欲本来空寂，自尔断除，亦不乐者，纵有余习，不能为害。何以故？性本清净故。虽处在五蕴色身中，其性本来清净，染污不得。法身本来无受，无饥无渴，无寒热，无病，无恩爱，无眷属，无苦乐，无好恶，无短长，无强弱，本来无有一物可得，只愿只有此色身因，即有饥渴寒热胀病等相，若不执，即以任作为。若于生死中的大自在，转一切法，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，无处不安。若心有疑，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，不做最好，做了不免轮回生死。若见性，旃陀罗亦得成佛。回答：成佛的关键只在见性，不谈淫欲，因为淫欲和见性无关。只要见性了，就马上知道淫欲本来空寂，自然也就断除，更不会贪乐执着，纵使还有剩余的淫欲习惯，也不会为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性原本清净，虽然处在五蕴色身内，但是自性本来就是清净，无法被染污。清净法身本来就不受，无饥无渴，无寒无热无病，无恩爱，无眷属，无苦乐，无好恶，无短长，无强弱，无任何一物可得。只因为执着这个色身缘故，就有了饥渴寒热胀病等相。如果不着相，则可随顺任意作为。就于生死中的大自在，转一切法，与圣人一样神通自在无碍，到处安逸自在。如果内心有任何怀疑，绝对无法穿透任何境界，这时没有作为最好，造业了不免要生死轮回。如果明心见性，最低见层级的人也可以成佛。问曰：旃陀罗杀生作业，如何得成佛？问：没有善根的人杀生造恶业，怎么能成佛呢？答曰：只言见性，不言作业。纵作业不同，一切业居不得。从无始旷大劫来，只为不见性，堕地狱中，所以作业轮回生死。从悟的本性，终不作业。若不见性，念佛免报不得，非论杀生命。若见性疑心顿除，杀生命亦不奈他何。答：要成佛只论见性，不谈造业。纵使造了各种不同的业，一切的业力都无法影响见性的人。
从无始况大劫来，人们只因为没有见性，堕入地狱果报中，所以造业而轮回生死。只要悟得本性，就终止造业了。如果没有见性，念佛也不能免除业报。见性成佛的重点不在于杀生。如果见性了，所有的疑惑都顿时消除，杀生的业报也无法影响他。自西天27祖，只是地传心印。吾今来此土，为传顿教大臣，即心是佛，不言持戒精进苦行，乃至入水火，登于剑轮，一时常坐不卧，尽是外道有为法。若是的施为运动灵觉之性，汝即诸佛心。前佛后佛只言传心，更无别法。若是此法，凡夫一字不是亦是佛。若不是自己灵觉之性，假使身破如微尘，密佛终不得也。由佛陀以来27位祖师，都是以心传心。我现今来到中国，只有传授大乘顿教，自心就是佛，不谈持戒精进苦行，乃至神通可以入水火，身体登剑轮，或是一时常坐不卧，这些都是外道的有为生灭法。如果认识到自己平常动作和运动中的灵觉之性，你的心就等同于诸佛的心。前佛后佛只言传心，更无别法。如果知道了这个方法，一字不是的凡夫也可以成佛。如果不是自己灵觉之性，假使肉身破碎如微尘，还是找不到佛性。佛者一名法身，一名本心，此心无形象，无因果，无筋骨，犹如虚空，取不得，不同执爱，不同外道。此心除如来一人能会，其余众生迷人不明了。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，若离是心，即无能运动。是身无知，如草木瓦砾。身是无性，因何运动？若自心动，乃至语言思维运动，见闻觉知，皆是动心动用。动是心动，动即其用。动用外无心，心外无动。佛性又称为法身，也叫做本心。这个心没有形象，没有因果，没有筋骨，好像虚空一样，取不得，不是有形的物质，也不是外道的有为生灭法。这个本心除了佛能体会，其余的众生迷失不明白。本心没有离开色身，如果色身没有本心，就不能运动。色身本身没有知觉，好像草木瓦砾一样，色身本身没有了灵性，凭什么运动呢？如果本心动了，才会产生言语行为等等作用。所有的见闻觉知都是心动后而起作用的。真正的动是指本心在动，而身心的活动是本心动了的作用。在身心活动外，并没有其他本心可以发生活动，而本心之外也不可能产生其他的身心活动作用。动不是心，心不是动。动本无心，心本无动。身心活动并不是本心，本心也不是身心活动。身心活动作用中是没有包含任何心念的，本心原本就是如不动。动不离心，心不离动。动无心离，心无动离。动是心用，用是心动。动即心用，用即心动。但是身心活动不能离开本心，本心的展现也不能离开身心活动。身心活动没有了，本心自然远离活动，本心如不动，自然也不会产生任何身心活动。身心活动是本心的作用，作用是因为本心动念了。只要有活动就是本心作用，只要心有作用了，就表示有起心动念。不动不用，用体本空。空本无动，动用同心，心本无动。没有活动就没有作用，作用的本体本心原本就是空寂的。空寂中本来就没有任何活动，活动和作用都是出自本心，本心原本就是如不动。故经云：动而无所动，终日去来而未曾去，终日见而未曾见，终日笑而未曾笑，终日闻而未曾闻，终日知而未曾知，终日喜而未曾喜，终日行而未曾行，终日住而未曾住。故经云：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见闻觉知，本自圆寂。所以经典云：身心有活动，但是本心无所动；整天身心来去，但是本心未曾动过。
整天身心见闻很多，但是本心无所见；整天身心欢笑，但是本心未曾笑；整天身心听闻，但是本心未曾闻；整天身心在知觉，而本心未曾知；整天身心欢喜，而本心未曾喜；整天身心在行动，但是本心未曾行；整天身心安住，而本心未曾住。所以菩萨因落本业经说，究竟之真理，用尽言语仍然无法形容，用尽所有心念也仍然不可思量。所有的见闻觉知本来就是圆满极尽的，乃至嗔喜痛痒和异目人，只愿推寻痛痒不可得。故经云：恶业即得苦报，善业即有善报，不但嗔堕地狱，喜即升天。若知嗔喜性空，但不知即业脱。若不见性，讲经觉无凭，说义无尽。略标邪正如是，不及一二也。乃至于嗔恨喜乐痛苦瘙痒等等感觉和木头人其实没什么不同，因为推寻痛痒不可得。所以经典说，恶业即得苦报，善业即有善报。不但嗔恨心会堕地狱，欢喜心会升天界。如果知道嗔恨欢喜的本性空寂，但是不执着于嗔恨欢喜，就可以解脱业力。如果不见性，讲经说法绝对没有根据。说了这些法理还是没有说尽，只是大略指出邪法正法的内容，内容还不到全部的一二成。颂曰：心心难可寻，宽实遍法界，窄也不容真。我本求心不求佛，料知三界空无物。若欲求佛但求心，指着心是佛。我本求心自持，求心不得待心知。佛性不从心外的，心生便是最真实。